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孤独。刚刚那个光呢，就是想给我打出孤独的感觉，是吧？但是好像只能打出我即将要谢顶的感觉。本来这个设计是很酷，像演唱会一样，升降机我歘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特别酷，孤独，没有预算，是吧？没有预算是最孤独的。其实孤独也很正常，是吧？每个人几乎每天都会孤独嘛。就比如玩手机，也玩2个小时，一关屏幕，黑色的屏幕上倒映出自己的胖脸，表情呆滞，目光空洞。我刚刚2个小时到底干了什么？想不起来，越想越心慌，一慌赶紧又把手机摁亮了，是吧？是不是每天都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？尤其是睡觉前那种孤独的感觉，每一个反复卸载过王者荣耀的人都懂。再比如饭局啊，饭局上很多人热热闹闹的，一个话题没听懂你就孤独了，没听懂你还得跟着笑，是吧？更孤独，一边笑一边又偷偷拿起手机查，他们刚骂的李诞到底是谁呀？查半天，查到了，一关屏幕，又看到了自己的胖脸。我查这玩意儿干什么？是吧？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没有用的信息？我干嘛要跟这些人喝酒？旁边朋友还干什么你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孤独。你的朋友会怎么说？你的朋友会笑话你，是吧？大声的嘲笑你，你还孤独？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啊？再比如，下班的地铁上，全是人，但是没有人认识你啊！你就想弄明白这一天工作的意义。你弄不明白，卸载王者荣耀的晚上没弄明白的事，这辈子就弄不明白了。非常的倍感孤独，摇晃的地铁上，你就不知道该干嘛，你只能再玩会儿手机，一摸兜，手机终于丢了，是吧？更孤独了哈。孤独啊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感觉。有一句古诗说的非常好，大家小时候都学过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非常简单哈，这个一听就能懂什么意思。而这个诗挺好的，所谓的那个哲学3大问题，这个诗都能回答。从哪儿来？不知道，忽然就来了。说你是谁？远行客嘛，这不告诉你了。说要去哪儿？走走是吧？你就不知道要去哪儿了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很孤独。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远行客的感觉，还是在小时候啊，在草原上。有一年暑假，在奶奶家住，然后呢，白天没事在草原上玩，捡了很多那个干的牛粪啊，堆了一个小人儿哈在那玩。这个在内蒙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们小时候有玩具的人是不能体会这种快乐的啊。你们那个变形金刚才能变几个形是吧？我要是愿意，我的小人可以变成我爸的形状是吧？对小人玩，然后晚上呢，回个家躺在那个炕上啊，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，就回忆这个小人。你说我回家了，他在草原上多孤独，也没有人理他。想着想着又觉得，对于世界来说，我不也是个小人吗？谁理我呀？想着想着就很难过，一种莫名的悲伤，就哭了。然后奶奶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我觉得我自己是牛粪。那这小孩你说第一次思考这种什么人和世界的关系，你想不清楚，也说不清楚。那我奶奶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呢？第二天一起来就拉着我去把那些牛粪都捡了回来，然后扔到炉子里烧了，生火啊，一边烧一边跟我说：“孩子啊，你就算当牛粪也要当有用的牛粪，快去写作业去吧，是吧？”正能量还是老的了，是吧？正死我了。把我的思考和我的小人都给我烧了。我长大了回忆这个事情，我就想，要是我奶奶是一个法国老太太，就是我们看那种电影里的，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。咱们都看过那种电影，是吧？一个小孩跟奶奶说这些问题，奶奶又是启发你，又是给你讲哲学，什么苏格拉底、Know yourself，还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可惜我奶奶是正宗的草原老太太，是吧？在草原，牛粪就是用来烧的。孩子就是用来打击的啊！我们也不是光是草原吧，我们中国都差不多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含蓄嘛，不讨论这些问题，而且你小的时候也没有正经的什么哲学课啊、哲学教育。你小孩有个这种关于世界啊、孤独的思考，你去问大人，大人面对你此类困扰的回答就一个说：“吃，快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”
人长大了，你跟朋友表达此类的困扰，就是说你的朋友对你的喝吧，哎呀，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啊？整个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孤独的长大的。但是我也不怪我的家长，因为每个内蒙小孩差不多可能吧，都见过自己的父亲喝醉了哭的样子。你看到那一幕呢，你就会明白，面对孤独，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是吧？他小时候估计也被我奶奶一把火烧过。一个破碎的牛粪怎么拯救另一个破碎的牛粪呢？是没有办法的，是吧？大家都是远行客，孤独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，很正常啊。只是说希望大家有个这种感觉啊，还是应该跟朋友、家人说一说啊。让你朋友跟你说这种孤独的时候呢，也不要满嘴往过用语，是吧？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个拥抱，答应我，让我们做彼此最好的苏格拉底。到主题赛了是吧？保持联系，保持距离，听起来就很像是我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啊。就这帮演员，你说熟悉吗？好像也没那么熟悉。就哪怕我已经工作3年了，前2天因为出差 ，Rock 跟我说：“哎，王冕，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没问题。”Rock 你叫啥？Rock 你叫啥？我从来没见他讲过。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，因为根本没话说。就我们公司啊，效果文化在25楼，就2个人坐电梯，你能跟他说的话，最多撑到2楼半。哎，来了，3楼，4楼，我先下了。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，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，你碰到这种同事，你就会主动绕开走。今天这首歌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你为了躲开他，你变得神经兮兮。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，等他的车来，淋着雨一动不动，原地等待。终于他上车离开便利店的门外，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。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，一见面嗨拜拜。今天对他嗨了6次，让你非常不嗨。你好庆幸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，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。这就是你们的关系，总是相互回避，没有共同话题。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，你赶紧掏出没有信号的手机。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，是上次拼车回家，全程10几公里。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，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。他也很开心，我演成这样他都能信。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，因为迎面走来总得寒暄几句，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只会问出那个明知故问的问题。嘿，老王，上厕所啊？嘿，张哥，你上厕所啊？有 David。WC 啊，你上厕所吗？你上厕所吗？赶上高峰期了，出来有点早了。你上厕所吗？还得问几遍呢？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？原来是我走错厕所了。有时候你上完厕所正准备离开，突然他打着电话走了进来，40分钟之后终于听到他说拜拜，你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。你总是尽可能回避和他的交谈，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。
那天你绞尽脑汁和他聊了无战，哎，我到家了，下了，走了。等他离开，回头再等下一班。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。如果谁离了职，还是会发条消息，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：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。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，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，你们变得亲密，有了共同话题。就因为你发了条朋友圈，却一不小心忘了把它屏蔽。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，说他特别赞同你，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。就因为你发了那条，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明日四灯，这没有悬念啊。对。哇，那节奏太好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其实我特别想聊孤独，因为孤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东西，也是唯一爱的东西。但后来我做了一个科学分类，我发现我爱的不是绝对孤独和屈从性孤独，我只爱认知障碍型孤独和主观迷幻孤独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观众有点懵了，感觉。是不是这个话题光聊就很难啊？你没事儿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我觉得孤独呢，不是网上说的那些什么孤独分好几个等级，比如你一个人去看电影，你一个人去吃快餐，去咖啡厅，去吃火锅，什么最高等级的是你一个人去做手术。我觉得这个不叫孤独，这个叫你一个人过得挺好。你的朋友本来想陪伴你，后来一看，你好像也不太需要陪伴，是吧？而且你这一天你过得也太丰富了，你咋那么有空呢？你不上班吗？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做的这些个事儿啊，你这一天从你看完电影开始，你一个人去吃了快餐，去咖啡店喝了咖啡，还去火锅店吃了火锅，你这个胃到最后肯定得做手术啊！我给你讲讲我的科研成果啊，什么是绝对孤独？绝对孤独就是一个看坟地的人，手机没电了。他想充电，停电了，方圆10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想逃跑，但是他不能，他需要这份唯一的工作来偿还巨额的贷款。此时此刻，他最希望的和最害怕的是同一个事儿，就是有谁跟他说句话。这个就是绝对孤独，孤独的一点招都没有。这个看坟的人呢，熬过来了，第二天来电了，他可以开灯了，他可以给手机充电了，如果有设备，他甚至可以坟头蹦迪。但是他没这个心情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烙印，这个烙印就是刚才那个极致孤独的夜晚，是吧？过了几天，这个看坟的大哥放假了，他回到了城市里，他遇到了你，你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最近总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好孤独呀！”他差点气死。他想的是，那可是电影院呢，人又多，店又足，怎么有脸说孤独？但是他实在太想找人说句话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顺着你的话问你，那你看的啥电影啊？你说，哎呀，就是恐怖片嘛，就是一个坟地吧，停电了，然后坟里面那东西就咔咔乱动，最后就往外钻，他都快哭了。他说，你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咔咔乱动可以，能不能别往外钻？这个就是屈从性孤独，就是也能沟通，但是沟通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最后只能屈从于孤独。那什么是认知障碍型孤独呢？就是你觉得你是孤独的，但其实你不是。我们都是现代人嘛，现代社会的这个配套设施是非常齐全的，你一个人去干点啥都很难孤独，就连一个人去做手术，我都不觉得孤独，我只觉得害怕。这跟我周围有多少人是没有关系的，有多少人我都害怕。你把我扔病床上，咔往里一推，我烦恼的不是孤独，我烦恼的是万一出点啥事儿，我以后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好，让我们把话题重新拉回到坟头啊。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孤独，只有孤独才能让我感到平静、安全。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是那个守墓的人，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。
可能有初中2年级的朋友听完这句话，就是怎么有点酷呢？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酷，丢死人了！我告诉你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它具体丢人在哪儿啊？咱们还拿这个停电举例，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牵连呢是电流的话，那我追求的不过就是我想安静的时候，我就能把电闸拉下来，等我孤独够了，我再把电闸推回去。所以你们永远都不能停电。这其实是非常自私的行为，我需要我所有的朋友们都在待命的状态，随时准备给我供电，因为我就是需要你们的电嘛。我恨不得我住城里，你们就不准出城；我住村里，你们就不准出村，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电了。这个无比残破的谐音梗，专门送给我供电量最大的朋友李诞。让你一天天的不爱听谐音梗，辩证你没？专门送给他。其实我刚才说的推拉电闸的那个故事呢，就是自称喜欢孤独的现代人所喜欢的孤独，主观迷幻性孤独。意思是你只是偶尔喜欢独处，却误以为自己喜欢孤独。你看啊，没有陪伴是很孤独的，但是只有陪伴没有交流最孤独。于是我就找到了大概7、8个人吧，我在心里呢，把他们划到了一个圈里，在这个圈里的人跟我借钱可以不还，欺骗了我不生气，伤害了我不在乎，因为他们就是能满足我大部分的交流的欲望。当然我也是有底线的，你要非要弄死我那还是不行的。我对这个圈以外的人呢，就是永远挂着一副和善的笑脸，我对他们从来不带任何的恶意。只是也不抱有任何的善意，是吗？就这帮人做什么，其实无法改变我的笑容。这是一个很粗糙的解决方案，但是至少我每次推拉电闸，再把电闸推上去的时候，我画在圈里的这些人都还在。谢谢大家。